嗨，你是不是也觉得自己饮食很清淡，但体检报告上却悄悄多了一条轻度脂肪肝的警讯？很多人以为要吃什么保健品才能够救肝啊，但连权威的美国肝脏医学会 AASLD 都在2023年的指引中提到你每天喝的那杯黑咖啡可能就是最简单、最实惠的天然护肝良药。我是点哥，一位爱咖啡的心理师。这里呢，我想陪你一起用一杯咖啡，更懂得生活。上一集我们聊到咖啡帮我们减重关键在于绿原酸的稳定代谢。但那个时候呢，我留了一个伏笔我们不只要看体重更要关心内脏。你知道吗？脂肪肝已经被视为全球性的现代国民病每3个人当中就有1个可能罹患有脂肪肝。从我的角度来看肝脏就是一个代谢压力的器官它不会很累但是当你长期焦虑压力大那它就会默默的把多余的脂肪堆积在自己的仓库里所以我们身体里的这个压力根源最终都会反映在肝脏这个沉默的器官上面。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拆解国际医学研究告诉我们咖啡是如何在分子的层次上为我们这个沉默的台积电提供保护的。为什么每天2到3杯咖啡这个数字会被国际肝脏医学会多次提到呢？这背后不是玄学而是扎实的科学机制。咖啡富含的绿原酸能够强效减少肝细胞的氧化压力和慢性发炎。你可以把肝脏发炎想象成肝脏的内部火灾那咖啡就像天然的灭火器帮它减轻负担。最新的研究发现咖啡能够帮助身体更有效地利用血糖，减轻肝脏处理多余脂肪的压力。那这就像是帮肝脏这个台积电优化了能源效率。咖啡中的咖啡醇和咖啡白醇虽然有潜在的益处但是它们的坏处更明确怎么说呢？它们会直接干扰肝脏的代谢，导致血液中的胆固醇特别是坏胆固醇 LDL 显著的升高那这对于血脂已经偏高的朋友来说呢，这个风险一定要避开。所以为了最大限度保护肝脏我们的选择是优先保留高绿原酸的浅中焙豆，然后呢，用正确的方式去冲煮它。知道了机制呢，接下来就是实战咯。所以想要护肝这3个步骤缺一不可。第一个，挑选浅中焙为优先，并聪明选择去因法。为了要得到高含量的绿原酸请优先选择浅中烘焙的豆子。如果你追求安心感可以找清楚标示瑞士水处理法或2氧化碳处理法的低咖啡因豆。第二个，善用滤纸冲煮，减轻肝脏负担。为了要平衡咖啡醇可能带来的胆固醇疑虑呢，请务必使用滤纸过滤的手冲或是美式咖啡机。如果你对化学残留有疑虑的话呢，你可以选购未经过漂白的棕色滤纸。如果你跟我一样觉得这个棕色滤纸有纸浆味呢，记得在冲煮前先用热水润湿一下滤纸，再把水倒掉这个小动作能够让咖啡更纯净。另外如果你特别关心胆固醇或是有高血脂的状况建议要尽量减少饮用未经过滤的咖啡那请注意这个不仅包括家里的那种法式绿鸭壶也包括了超商和连锁店的这种拿铁跟美式怎么说呢？因为它们大多数是以意式浓缩为基底，都是没有使用滤纸的，所以会保留较多的咖啡醇那这个是我们保护肝脏和控制胆固醇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指标。第3个，锁定最佳剂量，每天2到3杯。分量上每天2到3杯无糖黑咖啡是国际研究证实的最佳保护剂量那请记得加糖或是加奶精都是在给肝脏增加脂肪和加班费完全会抵消护肝效果。咖啡对于肝脏的保护
其实是一种长期且温和的支持。它在分子的层次上默默地为你我的身体灭火排毒调整代谢。那这份规律的饮用就更像是一种仪式感，提醒我们要放慢脚步去关心那些为我们默默工作的器官你不需要追求完美你只需要学会和身体和解，给它最简单最天然的支持。我不是要你把咖啡当药喝，而是希望你能够理解生活里的小习惯真的能成为支持身体的力量。如果你已经被诊断有脂肪肝请务必遵照医嘱，定期回诊并接受追踪检查。咖啡是你的支持队友，但医生才是你的主治教练。当然啦，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长期处于无助疲惫或是身体的红字让你感到压力巨大，请记得这个时候请主动运用资源，寻求身心科或是精神科医师的协助。因为当你愿意主动寻求协助呢，你就已经拿回了对身体和生活的主控权，这才是真正的健康之道。好了，我们已经聊完了咖啡的燃脂和护肝啦。在下一集我们就来做一个总结，为你量身定做一份从燃脂到护肝的最科学喝法，让你把所有知识变成最实用的行动指南。这里是经典饼铺，我是点哥，让我们用一杯咖啡更懂得生活。